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张磊，老马那边你赶紧去处理一下。没空？什么叫没空？这是紧急情况，我下班了，有事明天谈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上班族的正常态度。有时候一个人的改变只需要一瞬间，而我的改变就从那袋50斤的大米开始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张磊，今年30岁，在华丰机械厂当了3年生产调度员。说是调度员，其实什么都得管，生产计划安排、设备维护协调，还有跟几家主要供应商的日常联络。每个月工资4500块。在这个3线城市算不上高，但也不算低。华丰机械厂是个典型的民营企业，200多号人，主要做各种机械零部件加工。厂里的管理比较传统。刘总是个40多岁的山西人，说话声音大，做事风风火火，但有时候想法怎么说呢？比较有自己的特色。工作不算轻松。每天要协调车间、仓库、采购各个部门，还要盯着生产进度，一有问题就得马上解决。不过我这人性格比较踏实，同事关系也处得不错，虽然累点，但好歹算个稳定工作。直到上个月发生的事，我才明白什么叫好欺负的老实人。那是去年11月。公司接了个价值800万的大订单，客户要求在12月底前交货。这单子对华丰机械厂来说不算小，完成了能让公司账面好看不少。但问题是时间紧，按正常工作节奏根本赶不上。厂长刘总把我叫到办公室：“小张啊，这个项目主要靠你了，生产计划你来排。供应商那边你也熟，这1个月辛苦一下。”我当时还挺有干劲。刘总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刘总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好好干，这单子拿下来，年终奖少不了你的。”就是这句话，让我接下来的28天过得像地狱一样。为了赶进度，我每天早上7点半就到厂里，一直干到凌晨1、2点才回家。周末不存在的，我基本上睡在了办公室，累了就在椅子上眯一会儿。那段时间简直是魔鬼般的生活，每天要安排10几条生产线的工作，协调原料供应，跟车间沟通工艺要求，还要实时跟踪生产进度。一个环节出问题，整个计划就要重新调整。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，经常半夜接到车间电话：“张磊，第3条线的设备坏了，明天的计划怎么办？”为了保证按时交货，我甚至自己开车去供应商那里催货。有一次，为了拿到急需的配件，我开车到200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，当天来回。到家已经凌晨3点，老婆心疼得直掉眼泪：“你这是拼命啊！28天下来，我一共加班了200个小时，平均每天超时工作7个多小时。我瘦了10斤，眼睛经常充血，走路都觉得轻飘飘的。有一次差点在车间晕倒，多亏老李扶了一把。”老婆开始抱怨：“你还有家吗？孩子都不认识你了。”3岁的儿子小宝每天晚上都问：“妈妈，爸爸怎么不回家？”有时候我回到家，小宝已经睡了。早上我出门时他还没醒。1个礼拜下来，我跟儿子基本见不到面。老婆有一次哭着说：“你是在拼命挣钱，还是在拼命送死？”我心里也难受，但想着刘总的承诺，咬牙坚持下来了。但是没办法，为了那个年终奖少不了你的承诺，我拼了命的干。12月29号，
订单如期完成，客户验货时连连夸赞质量好，刘总笑得合不拢嘴，专门在全场大会上表扬了我。这次能按时交货，张磊功不可没。我当时心里美滋滋的，想着年终奖应该不会少。1月15号，年终总结表彰大会。华丰机械厂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搞得很隆重，租个酒店，全场200多号人一起聚餐，然后给优秀员工发奖金。今年选在市里最好的金贵酒店，大厅布置得花里胡哨，还请了主持人。我特意穿了件新衬衫，黑色西裤，皮鞋也擦得锃亮，老婆还帮我打了领带，笑着说：“好好打扮打扮，说不定今年能拿个大奖。”我心里也美滋滋的，毕竟这200小时的加班不是白干的。酒桌上，同事们都在猜今年的奖金数额。技术部老刘说：“听说今年效益不错，奖金应该不会少。”销售部王经理更是信心满满：“我们部门业绩这么好，怎么也得有个18000的。”我虽然没说话，但心里也在盘算。按理说，这次800万的大单这么重要，我的贡献不比任何人小，拿个8000到1万应该没问题。颁奖环节开始了，主持人声音洪亮：“下面有请刘总为优秀员工颁奖。”销售部王经理第一个上台，刘总笑着递给他一个厚厚的红包，8000块，开拓市场有功。王经理接过红包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还对着话筒说：“谢谢刘总，明年我们销售部一定再创佳绩。”台下掌声雷动，技术部老刘紧跟着，也是一个鼓鼓的红包，1万块。技术公关贡献大，老刘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了。谢谢，谢谢刘总信任。财务部小李上台时还有点紧张，接过红包后脸都红了。5000块，成本控制得好，一个接一个，现金红包在台上传递着，最少的也有3000。我坐在台下，心跳越来越快，手心都出汗了。轮到我了，我整整衣服，满怀期待地走上台。刘总笑呵呵地从桌子底下拿出一袋东西，50斤装的大米。小张是老实人，给点实用的。刘总举着那袋大米，声音很大：“现金花完就没了，50斤大米能吃半年。”我这是真为你着想啊！台下一片哄笑，我愣在那里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其他人都是现金红包，少的也有5000，多的上万，就我一袋大米，愣着干什么？快接着啊！刘总把大米塞到我手里，还在麦克风前开玩笑。张磊这表情，估计是太激动了，又是一阵哄笑。我机械地接过那袋大米，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。那一刻，巨大的羞辱感淹没了我。200个小时的加班，28天的透支，换来的就是这袋50斤的大米。我看着刘总，他脸上还挂着那种我对你真好的表情。那一瞬间，我明白了，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个好欺负的老实人，给点什么都不敢吭声。颁奖继续进行，我抱着那袋大米坐回座位，周围同事有的同情地看着我，有的还在偷笑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晚宴结束后，我拎着那袋大米走出酒店。冬天的夜风很冷，但没有我心里冷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。3年来，我在华丰机械厂勤勤恳恳，从不拈轻怕重，加班从不抱怨。可就因为性格老实，就活该被这样对待。老婆看到我拎着大米回来，先是疑惑，听我说完经过后，气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你拼命干1个月就换这个，人家最少也是5000块钱，你怎么就值1袋大米？他
他哭得很伤心，我心里更不是滋味。那天晚上我失眠了，躺在床上想了一整夜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从今天开始，严格按时间上班，绝不多干1分钟。既然在刘总眼里我只值1袋大米，那我就按1袋大米的标准来工作。第二天是周一，我按正常时间8点到公司。以前我总是7点半就到，提前准备一天的工作。现在不了，我8点整才进办公室，不早1分钟。上午的工作照常进行，生产计划该怎么安排还怎么安排，该联系的供应商还是要联系。我发现其实很多工作在正常上班时间内完全可以完成。以前那些加班很多都是没必要的。中午12点，食堂开饭。以前我经常为了工作错过饭点，现在我准时去吃饭，还跟同事聊聊天，休息得很充分。下午5点半，下班铃声响起，我准时收拾东西离开。桌上的文件整理得整整齐齐，明天的工作计划也列好了，一切井井有条。张磊，今天能不能？刘总刚要开口，不好意思，刘总，我家里有事。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其实我没什么急事，就是要去接儿子放学。以前都是老婆一个人接，现在我终于可以参与了。小宝看到我出现在幼儿园门口时，高兴地跳起来，爸爸，爸爸来接我了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生活。第二天也是一样，5点半准时下班，要不晚点走。有个生产计划需要，按规定5点半下班，我得接孩子。刘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但也没明说什么。毕竟我没违反任何规定，该干的活都干了，只是不再主动加班而已。这种变化很快被同事们注意到了。车间主任老李私下找我，他是个50多岁的老实人，在厂里干了10几年。小张，你最近是不是有想法？什么想法？我装糊涂，就是感觉你跟以前不太一样。老李看看四周，压低声音，以前你总是最早来最晚走，现在怎么？我哪里做错了吗？该干的活我都干了。老李想了想，确实挑不出毛病。倒也是，就是刘总好像对你有意见。昨天我听他跟人事经理嘀咕什么？嘀咕什么？我心里一紧，没听清，好像是说什么工作积极性的问题。老李拍拍我的肩膀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，我们老百姓还是小心点好。技术部的小王倒是很羡慕，他才25岁，刚毕业2年。张哥，你胆子真大，我都想学你了，不过我不敢，房贷还没还完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咱们又没违反规定。我说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小王欲言又止。你知道的，咱们这种小公司，领导一句话的事，也有年纪大点的同事担心。财务部的老陈就私下提醒我，张磊啊，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，但也要考虑现实。这年头工作不好找，特别是咱们这个年纪的。每次有人这么说，我都统一回答，我按时上下班，认真完成工作任务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确实没问题。8小时工作制，加班要给加班费。我现在做的完全合法合理，我的工作一点没落下，该对接的供应商照常对接，该安排的生产计划照常安排，只是不再免费加班，不再主动承担额外工作。我负责对接3家主要供应商，老马的钢材厂、老王的配件厂，还有小刘的包装材料厂。其中老马那边是最重要的，钢材是我们的主要原料。老马50多岁，山东人，做事很实在。他的钢材厂虽然不大，
但质量稳定，价格公道。跟华丰机械厂合作了快5年，我接手这块业务3年来，跟老马的合作一直很顺利，从没出过问题。平时的工作就是例行对接，下个月需要多少吨钢材，什么规格，什么时候要货，质量有什么特殊要求等等。老马人很好，偶尔还请我吃饭，但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。现在我按时上下班，跟老马的对接也变成了纯工作关系。以前我会跟他聊聊家常，现在就事论事，说完就完。小张，你最近咋了？感觉你有心事。老马有一次问我，没什么，就是工作安排比较紧。我没多说，老马欲言又止，好像有什么话想说，但最终还是没开口。1个月过去了，我的新工作模式逐渐稳定下来，8点上班，5点半下班，中午休息1个小时，该吃饭吃饭，该休息休息。工作效率其实比以前更高了，因为没有了那些无意义的加班和额外工作，我能更专注地完成本职工作。最重要的是，我重新有了正常的生活，可以按时回家吃饭，可以陪儿子玩，可以跟老婆聊天。儿子不再问爸爸怎么不回家，老婆脸上也有了笑容。但我知道，刘总肯定在憋着什么大招。果然，机会很快就来了。3月的第1个周一，我刚到公司就感觉气氛不对。平时这个时候，车间应该是机器轰鸣的声音，工人们忙忙碌碌的，但今天显得格外安静。几个工人聚在一起低声议论，听说原料供不上了。真的假的？那咱们今天还干不干活？不知道。刚才主任急匆匆跑办公室去了，脸色很难看。不会是出什么大事了吧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往办公室走。路上遇到仓管小赵，他焦急地问我：张哥，听说刚才断供了，是真的吗？仓库里的存货只够用2天的。还没等我回答，车间主任老李就慌张地跑出来：张磊，出大事了！他脸上全是汗，显然是跑着过来的。什么事？我问，虽然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。老马那边说不供货了，生产线要停了。老李急得直搓手，刚才他们厂里来电话，说暂停供货，让我们另想办法。这下车间彻底乱了，工人们开始议论纷纷，有的担心停工影响工资，有的猜测是不是公司出了什么问题。我愣了一下，不供货？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是说不供了，也没说原因。老李急得直搓手，你赶紧联系一下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我掏出手机给老马打电话，但没人接，连打了3个都是这样。刘总开始到处找人了解情况，整个办公楼都能听到他焦急的声音。先找采购部，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以前有没有类似情况？采购部经理也是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啊。原料供应一直都是张磊在对接的，我们很少直接跟老马联系。从账面上看，一切都正常啊。刘总又找车间了解情况，老马那边到底什么态度？有没有说具体原因？车间主任摇头，没说原因，就是通知我们暂停供货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，态度很坚决，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。办公室里的人也开始紧张起来，大家窃窃私语，这下麻烦了，没有原料怎么生产？会不会是价格问题？最近钢材涨价了，不应该啊，价格都是合同定好的。问了一圈，所有人都指向同一个答案，平时都是张磊跟老马联系，只有他最清楚具体情况。刘总的目光最终锁定在我身上，那眼神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
上午我试着给老马打了几次电话，依然没人接，发微信也不回，这很不正常。以前老马从来不会这样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整个厂里都在议论这事，车间工人开始担心，如果停工的话，会不会影响工资？下午我继续尝试联系老马，还是联系不上。5点整，办公室主任小陈跑到我桌前：“张磊，刘总让你去办公室。”我看了看表，还有半小时下班。什么事？老马那边的事，很急。小陈催促道。我继续整理桌子上的文件。那就明天再说。小陈愣了一下，这真的很急啊，我现在还在上班时间，手头还有工作要处理。我头也不抬。5点25分，我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下班。就在这时，刘总急匆匆地冲过来，脸色很难看。张磊，老马那边你赶紧去处理一下。我头也不抬，继续收拾。没空。刘总愣了3秒钟，好像没听清楚。什么？没空？我重复了一遍，站起身背上包。什么叫没空？这是紧急情况。刘总的声音提高了。我下班了，有事明天谈。我准备往外走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刘总几乎是吼出来的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着他，上班族的正常态度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身后传来刘总的声音：“张磊，你给我站住！”我没理他，直接出了厂门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心情很复杂。老马突然停止供货，确实有点反常，但这不是我下班后该管的事，而且我只是个生产调度员，供应商的商务问题本来就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。当天晚上，我特意查了一下相关条款，确认自己没有任何违规行为。老婆问我今天咋了，回来这么早，脸色还不太好。厂里有点事，不过跟我没关系。我没多说。那就别管了，反正你工资又不高，何必操那么多心？老婆倒是很理解。第2天我正常时间到公司，刘总已经在我的工位旁等着了，脸色铁青。昨天的事，我们必须谈谈。刘总的语气很冷。我淡定地放下包，打开电脑。有什么好谈的？我按时上下班，没违反任何规定，这是工作需要。我的工作职责里有哪一条要求我下班后处理供应商问题？我反问道。刘总被噎了一下，正要说话，门卫的电话打了进来。张磊，老马来了，在大门口。刘总眼睛一亮，让他进来，正好把话说清楚。几分钟后，老马进了办公室，他神情很严肃，还带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。后来知道是他儿子。看到老马，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老马进来后，没有跟往常一样先寒暄，而是开门见山：“小张，不是我不想供货，是实在没办法了。”我心里一沉，老马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老马看了刘总一眼，然后直接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：“你们厂欠我180万货款，已经半年了。”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什么？欠款半年？刘总脸色瞬间变了。老马，这事……老马没给他说话的机会。别解释了，我银行贷款到期，再不收钱，我厂子也要倒闭。180万，半年，我完全懵了。作为负责对接的人，我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件事。老马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我看着老马，又看看刘总。老马叹了口气，因为刘总不让我说。什么意思？老马转向我，语气有些无奈。小张，之前我想跟你提这事，但刘总专门找我谈过。刘总的脸更难看了，但老马继续说下去。刘总跟我说，
这是财务问题，不要跟下面员工说，免得影响工作积极性。还说很快就会解决，让我再等等。我看向刘总，他避开了我的目光。就这样，半年来，刘总每次都说下个月一定给，资金马上到位。老马越说越激动，我信了半年，现在我的资金链也快断了。刘总试图为自己辩解，确实是周转困难，我们也不容易。老马打断他，今天不是来听解释的，3天内不付款，法庭见。说完，老马就要起身离开。刘总慌了，老马，咱们多年合作，有话好商量。正因为多年合作，我才忍了半年。老马的语气很坚决，现在我也没选择了。刘总转向我，几乎是哀求的语气，小张，你跟老马关系好，帮忙说说情。我看着刘总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个人先是用1袋大米羞辱我，现在又想让我替他收拾烂摊子，这是财务问题，不是我的工作范围。我冷冷地回答，而且你之前不是说不让员工知道吗？老马听到这话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歉意，小张，对不起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当时刘总说得很诚恳，我以为真的很快就能解决。我理解老马的难处，但这不是我的错，我只是个普通员工，根本接触不到财务信息，又怎么可能知道公司欠了这么多钱？刘总还在努力挽回，老马，再宽限几天？不行，老马态度很坚决，我已经给了你们半年时间。老马带着他儿子离开了，留下脸色铁青的刘总和我面面相觑。沉默了几分钟，刘总开口了，小张，现在你知道情况了，知道了又怎样？我打断他，你跟老马熟，也许什么？也许我能帮你要到宽限期。我看着刘总，当初给我1袋大米的时候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刘总脸红了，那个确实考虑不周，现在说考虑不周，晚了。我直接说道。刘总开始打感情牌，小张，大家在一个厂子里，总要互相帮助。1袋大米的时候，你可没想过互相帮助。我直接打断了他。这时候，消息已经传开了，同事们开始围过来打听情况，得知公司欠了供应商180万，大家都很震惊。有老同事过来劝我，张磊，算了，帮帮忙吧，大家都要吃饭。也有年轻同事支持我，凭什么？又不是张哥的责任，这明明是管理层的问题。车间工人开始担心停工会影响工资，整个厂里人心惶惶。我保持沉默，继续做我的本职工作。第2天，老马没有改变主意，第3天也是。3天期限一到，生产线彻底停工了，100多个工人被迫放假待岗。刘总开始到处借钱，但180万的缺口太大，一时半会凑不齐。更要命的是，消息传出去后，其他2家供应商也开始担心，纷纷要求现款现货，不再接受账期。华丰机械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就在公司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我接到了大学同学老徐的电话。张磊，最近怎么样？老徐的声音很轻松，还行，你呢？我们公司正在招一个生产主管，薪资比你现在高40%，我想推荐你过来试试。我心动了。什么公司？制造公司，各方面都很规范，加班有加班费，5险1金齐全，年终奖按业绩来，不会搞那些花里胡哨的。什么时候面试？这周5下午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了想，有时间。周5下午，我请了半天假去面试。面试地点在市里的写字楼，环境比华丰机械厂好太多了，明亮的办公室，
整洁的会议室，连饮水机都比我们厂里的高级。HR 是个30出头的女士，很专业。张先生，看了您的简历，3年生产调度经验，还负责供应商管理，正是我们需要的。部门经理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。我们这边的工作强度不会很大，但要求效率和质量。加班的话会有1.5倍工资，节假日加班是2倍，年终奖按个人绩效，不会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暖暖的，这才是正常公司应有的样子。面试很顺利，我的经验和他们的需求很匹配。HR 和部门经理当场就表示希望我能加入，我们希望你下周1就能入职，有问题吗？ HR 问道。需要1周时间办离职手续，我如实回答，没问题，那就下周1正式入职，工资是6300，试用期3个月，转正后还会有调整。6300比现在的4500高了不少，而且工作环境更好，制度更规范。我心里已经决定了。周1我写了辞职报告，交给人事部，消息很快传到了刘总那里。半小时后，刘总找我谈话，现在走，不是落井下石吗？刘总的语气带着指责。我只是选择更好的发展机会，这很正常。我平静地回答。你就这么狠心？厂里现在这个情况，当初给我1袋大米的时候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再次问出了这个问题。刘总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，那个，我可以给你补偿。太晚了，新公司已经签约了。刘总还想说什么，但我已经转身离开了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正常办理离职手续。同事们对我的决定反应不一，有人觉得我太绝情，也有人觉得我做得对。技术部的小王悄悄跟我说，张哥，你们新公司还招人吗？我也想换个环境，可以试试。我把 HR 的联系方式给你。就这样，小王也跟着我一起跳槽了。离职的最后1天，我清理完工位，准备离开。经过刘总办公室时，看到他正在打电话，应该是在借钱。我没有停留，直接离开了华丰机械厂。1年后的某一天，我路过华丰机械厂门口，发现厂子重新热闹起来了。听门卫说，刘总早就被董事会撤职了，现在换了新的总经理，管理制度也更规范了。现在加班有加班费，年终奖也是按贡献大小发，再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事了。门卫跟我聊天时说道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至于我，在新公司干得很顺心，薪资确实涨了40%，工作环境更规范，同事关系也更单纯。最重要的是，再也不用忍受那种不公平的待遇了。老马最终拿到了那180万欠款，不过也失去了华丰机械厂这个大客户，他的生意受了些影响，但至少保住了厂子。至于刘总，听说他抵押了自己的房产才凑够钱。公司虽然度过了危机，但元气大伤，董事会对他的管理能力产生了怀疑。半年后就把他换了。那袋50斤的大米，我让老婆送给了楼下的孤寡老人，一粒都没有吃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。有时候，拒绝不公平的待遇，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